出大事了！中国悄悄在海底干了件能直接改写未来世界格局的大事，你知道吗？我们能把探测器送上火星，把人送上月球，被占地球70%面积的深海认知却还不到5%。你敢信中国砸26亿在2000米深海建可容纳6人连续驻留30天的永久空间站的国家重大工程已经正式动工了？今天就翻遍一手资料，把万米深渊藏的全人类发展命脉及秘密前前后后所有细节讲透。我们平时在朋友圈晒的大海，全都是海面往下200米以内的区域，阳光能透进来，鱼群成片，珊瑚绚烂，加个路径就是标准的度假天堂。可只要往下多走1米，突破200米的分界线，整个大海的画风就会直接180度转弯，熟悉的度假海彻底消失，迎接你的是完全陌生的黑暗世界。首先进入的是弱光层，海水的蓝色开始发黑，温度骤降，连阳光都变得有气无力。这里的生物长得早已跳出普通人的认知，有种黄带鱼，身长能超过10米，浑身银光闪闪，游起来跟神话里的巨龙似的。日本民间甚至传说它一上岸就预示着大地震，虽说没有科学依据，但每次出现在浅海都能把当地渔民吓得头皮发麻。换谁在海里打鱼时忽然撞见10多米长的银色巨龙，都得愣半天神。还有种叫海天使的小家伙，通体透明，背生双翼，在冰冷的黑暗里飘来飘去，美得根本不像凡间的活物。可科学家研究后才发现，这么仙气飘飘的小东西居然是顶级掠食者，专吃同为浮游生物的海蝶，妥妥的蛇蝎美人，完全打破了大家对深海小生物的软萌印象。往下沉到1000米的位置，阳光彻底消失，这里是永恒的黑暗无光层。此时你身上的水压已经是海面的100倍，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全部重量死死压在你的一根手指尖上，换普通人早就疼得昏过去了。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没光没温度压力还极大的地方肯定没有生命，可事实恰恰相反，这里的生物早就进化出了专属生存技能，个个都能自己发光，要么长着血盆大口，要么透明身体自带钓鱼灯。就说安康鱼头顶那盏幽幽的蓝光专门用来骗猎物自投罗网，凑过来的小鱼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进了它的肚子。还有大王酸浆鱿，触手能甩出6米开外，在黑暗里晃来晃去，跟木偶的提线似的，看着就十分诡异。网上出名的世界最丑动物水滴鱼，其实根本不是天生就长着垮成鼻涕的样子，人家在深海里本来有着大眼睛，匀称体态，一被捞上水面压力骤减，整张脸才直接垮成一滩。说白了，我们看见的都是它被解压变形的样子，背后藏着的真相是，不是深海生物长得丑，是我们根本没机会看见它们本来的样子。继续往下沉到4000米的深渊层，放眼望去全是平平无奇的烂泥，可别小看这层泥，它是整片海洋的骨灰。海面上死去的每一条鱼，每一只虾，每一缕浮游生物，最后都会化作白茫茫的颗粒，像雪花一样静静往海底飘。科学家给它起了个特别温柔的名字，叫海洋雪。这些东西日积月累，亿万年沉淀下来，堆成了厚达1公里的软泥。它是地球最大的碳汇之一，默默吞掉人类呼出的2氧化碳，才换来了地面上的蓝天白云。说句毫不夸张的话，我们每一次呼吸都有深海在悄悄买单。平时出门吸的那口新鲜空气，说不定就有这层海底软泥的功劳。在这片看似毫无生气的烂泥里，还藏着全大海最浪漫也最残酷的场景。一鲸落，万物生。一头巨鲸在深海缓缓坠下，它的身体瞬间就能点亮整片黑暗。鲨鱼、盲鳗、管虫、细菌象赶赴一场100年盛宴，从皮到骨把它分解殆尽，整个过程能长达数十年。一具尸体就能撑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温柔又残酷，安静又壮烈，是大海用死亡偷偷写给活人的一封情书。再往下走到6000米，就是真正的人类禁区超深渊层，还用希腊冥王哈迪斯的名字命名。全世界能到达这个深度的载人潜水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里的压力恐怖到相当于在你一个指甲盖上稳稳扛着100公斤重的物体，相当于几十头成年大象一起踩在你的背上。别说活人，普通钢铁到这都得被压变形。按常理说，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活物，可偏偏就在这里。2014年，科学家在8145米的海底拍到了一条叫狮子鱼的小家伙，它没有鳞，全身雪白，骨头软得像果冻。这不是进化失败，而是专门对抗超强水压的保命绝招。它的细胞里含有一种特殊的分子，能让身体不会被碾碎。更神奇的是，在这片不见天日的深渊里，还藏着一片片海底绿洲。海底喷口喷涌出滚烫的黑烟，温度高达400摄氏度，
却养活了一大群不靠阳光，只靠化学能活着的生物。管虫、贻贝、盲虾，样样都有。它们直接证明了一件震撼整个科学界的事：哪怕没有太阳，生命一样能从零开始。这可能就是地球生命最初的模样，直接颠覆了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固有认知。原来生命的可能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继续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挑战者深渊，水深10909米，这里是地球第4极，去过的人比上过太空的宇航员还稀罕。这里的水压是海面的1100倍左右，水温接近冰点，是绝对的永恒黑暗。60多年来，到过这里的人，全世界加起来不到30个。1960年，瑞士人皮卡尔德和美国海军沃尔什挤在一个钢球里第一次下潜，途中玻璃都出现了裂缝，随时可能被压爆，可他们硬是没回头，一口气扎到了底。2012年，电影《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一个人跑来找素材，在万米海底待了3个多小时，回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那里像另一个星球。真正改写历史的是2020年11月10日，中国的奋斗者号一次性把3个中国人稳稳送到了海面下10909米的深处，这是世界首次万米海底的高清直播，也是中国深潜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转折点。造一个能扛住10000吨级水压的载人舱难度极高，相当于把1000辆满载的大卡车全压在一只西瓜上，还不许它裂开一丝缝。为了这颗钛合金球壳，中国科学家整整磨了10年，失败了无数次。每一次万米下潜，潜航员要在不到3个人站立大小的球舱里蜷缩14个小时，跪着观察，坐着作业，连上厕所都靠纸尿裤。这背后是一整代人的沉默坚持。别觉得20年很短，深海探测的技术壁垒比航天低不了多少。别的国家光是攻克载人舱的材料问题就花了30-40年，我们硬生生用1代人的熬，把这个时间砍了1半还多。从蛟龙号第一次突破7000米，到深海勇士号实现国产化率95%，再到奋斗者号一脚踩到世界最深，中国用了不到20年，走完了别人半个世纪的路。更炸裂的是，到2025年，奋斗者号全年下潜118次，成了全世界最忙的深海潜水器。同年10月，它一路向北，在北极80%以上的冰盖之下，完成了32次下潜。中国从此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在北极冰封之海进行连续载人深潜的国家。从太平洋的最深处到北冰洋的冰盖下，我们只用了短短5年，但更狠的还在后面。最近2年，中国扔下去一种鞋盒大小的深海机器人，没有电缆，没有驾驶员，自己在海底爬，自己干活，自己回来。以前一艘载人潜水器1年才能下去2-3次，每次几百万美元。现在一个小盒子能在海底待1个月。从前下潜是拼上命的英雄行为，现在直接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效率翻了几十倍都不止。我们费这么大劲往深海跑，找的第一样核心东西叫可燃冰，在接近0度的海底，甲烷被锁在冰晶里，看起来就是一块冰，但一点就着。保守估计，全球海底的可燃冰资源量远超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总和，解决人类未来几十年的能源饥渴不是玩笑，但它也是一颗炸弹。开采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海底滑坡、甲烷泄漏。甲烷的温室效应在20年尺度上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只有把深海研究透了，我们才能安全地把这股能源拿出来用，相当于给未来的能源安全上了个双保险。第二样核心东西叫多金属结合。海底那些黑乎乎的小石头像散落一地的土豆，里面装的全是锰镍钴铜，这些是造电池、造芯片、造电动车的命根子。现在全球都在抢新能源的话语权，这些矿产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谁先掌握了深海矿产的开采技术，谁就捏住了未来新能源产业的7寸。我们开篇提到的海底空间站，正是世界首个2000米级坐底式深海载人驻留实验室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它由海底实验室、保真模拟系统和保障支撑系统3部分组成，计划5年建成，可支撑6名科学家在2000米深海连续驻留30天，专门研究冷泉生态系统、可燃冰绿色开发及极端环境生命起源等关键课题，为我国深海探索再添硬核支撑。这个实验室建成之后，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下潜几个小时就得上来，科学家可以直接在海底待上1个月，连续做实验、采集数据，研究效率直接翻了几十倍，相当于直接在深海安了个科研前哨站。以后深海的所有秘密，我们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人说，涉潜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龙。深海从来不主动开口，
它只奖励那些敢赌上一切、肯沉下去看世界的人。其实很多人对深海的认知至今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误区里，最常见的就是把日常接触到的浅海当成了海洋的全部。大家刷到的海洋科普、度假晒图几乎全都是200米以浅的阳光海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了解更深的海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深海一片死寂，没有生命，深海生物个个长得奇形怪状、丑陋不堪的错误印象。本质上是我们接触到的海洋信息本身就存在极大的盲区，加上打捞上来的深海生物大都因为压力变化出现了形态变形，才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偏差认知。可实际上，深海不仅有丰富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完全不依赖太阳的生命存在，刷新了整个人类对生命边界的认知。还有一类更普遍的认知误区，是很多人觉得好好的太空不探索，花大钱往深海跑是浪费资源。大家说起星辰大海，下意识就只会想到登月球、探火星、飞出太阳系，默认往天上走才是高精尖的科研方向，往海底钻是吃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可很少有人意识到，深海探测的技术壁垒根本不比航天低，而且深海的资源和科研价值其实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关联度更高，小到我们用的手机电池、开的新能源汽车，大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人类未来能源安全，全都和深海探测的进展息息相关，根本不是什么无用投入。放在全球竞争的维度看，还有个很多人没察觉到的潜在问题，深海资源的勘探开发话语权其实已经成了大国之间隐形的竞争赛道，只是因为这个赛道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所以很少被关注到。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了全球未来发展的核心赛道，而深海的多金属结合是新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核心原料，可燃冰更是能彻底改写全球能源格局的关键资源。谁先掌握了深海探测和开发的核心技术，谁就能在未来的全球产业竞争中掌握规则、制定权。一旦落后，很可能会再次陷入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说到底，中国大力推进深海探测，砸下真金白银建设深海空间站，从来不是什么无用的科研投入，而是在抢下未来100年全球发展的话语权先手期。深海探测的技术突破，本质上是在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筑牢双重护城河。我们不仅有储量远超化石能源总和的可燃冰作为未来能源储备，还有多金属结合可以给新能源产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支撑。等到深海空间站建成后，科学家可以长期驻留海底开展连续研究，不仅能摸透可燃冰的安全开采技术，避免开采带来的环境风险，还能率先掌握多金属结合的勘探开发流程，不用再在核心矿产资源上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真正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同时，深海探测的价值远不止资源开发这么简单，它能帮我们破解生命起源、地球气候调节的核心密码，甚至能刷新人类对生命可能性的认知。深海热泉生态系统证明了没有太阳生命也能诞生，帮我们追溯地球生命最初的起源。海洋雪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汇之一，研究它的沉积和碳储存规律，能帮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更是全人类探索生命边界、应对生存挑战的共同财富。以前我们总说星辰大海，所有人都下意识觉得星辰大海就是往天上看，登月球、探火星、飞出太阳系。可当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选择了一头扎进海底的黑暗。因为真正的星辰大海从来不只挂在天上，它也藏在我们脚下。这片沉没了40亿年，却孕育了整个地球生命的万米深渊。下次你再站在海边看浪、拍度假照的时候，会不会好奇脚下200米以下的黑暗深海里，正藏着哪些足以改变你我未来生活的秘密？那些敢沉下心往无人涉足的黑暗里走的人，终能摸到属于未来的光。